他的名字被列入绝密名单28年，身份被揭晓时，就连妻子都直呼不可能。蒋介石说他把老美吓破了胆，老美评价他一个人顶得上10个集团军，他就是氢弹之父于敏。而他究竟有多牛？他只用了2年0 8个月时间，就自主研发出我国第1枚氢弹，并在罗布泊试爆成功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中国的氢弹理论一片空白，骄傲的美国人不肯相信，一度怀疑是内部泄了密。要知道，美国研发氢弹用了7年0 3个月。苏联用了6年0 3个月，英国用了4年0 7个月，而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？1965年9月，于敏带领氢弹研究小组赶赴上海，对氢弹构型进行最后的演算与设计。经过100多天艰苦卓绝的奋斗，氢弹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。研究所主任老郝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，于是第2天就匆匆赶到了上海。他给于敏带了一瓶酒，感谢他为祖国的默默付出。老爷，功勋呢？喝不干。而此时，其他的组员也在喝酒庆祝，但喝着喝着就伤感起来。因为机密工作的原因，很多人都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下场。我老婆居然跟我说她不需要我，没关系，祖国需要我。他们舍小家为大家，某天也许会头顶光环，但背后的辛酸又有几人能够看到？次日，老郝携带氢弹理论的机密文件返回北京，不料半路上飞机突发故障，他把文件抱在胸前死死护住，直到飞机坠毁的那一刻，老郝用生命践行了他对祖国的誓言。断壁残垣下埋葬的不仅仅是他冰冷的身躯，还有他对祖国那份无悔的热忱。于敏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，但他心里明白，只有将悲痛转换成力量，让氢弹爆炸的声音响彻世界，才是对老郝最大的慰藉。不久后，于敏回到了北京，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门上还上了一把锁。询问邻居后得知，妻子带着孩子搬家了。几经周折后，于敏终于找到了新家。于心，你找谁？离家太久，儿子竟然都不认识他了。饭桌上，儿子向他提出了灵魂拷问：你是谁？这是咱爸呀。妻子不知该作何解释，看着略带拘束的孩子们，他的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。晚上，于敏又开始计算数据，2个孩子好奇地趴在他身边看。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把草稿纸对折撕碎，转身让妻子放到了火炉里。早晨，儿子突然走过来对他说：娘，你好，我们在放风的，要不我后天带你去？就今天，就现在。于敏答应给他做一个木头飞机，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承诺，却在未来的几年后才得以兑现。1965年12月，于敏3人赶赴青海研制基地，执行氢弹的加工制造任务。基地工作人员对几人的到来热烈欢迎，众人让于敏给大家讲2句长长士气，但不善言辞的科学家只是反复重复了一句话：氢弹设计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突破。氢弹设计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突破。一路走来，他们背负了太多不被家人理解的委屈，失去战友的痛苦。虽然道路崎岖，脚步沉重，但脚印却愈发的清晰起来。来到何不见的加工车间，工艺组组长范师傅向于敏提了个问题：你们设计的氢弹外壳的形状怎么那么奇怪呢？后来，这种氢弹构型被称作于敏构型。世界上的氢弹构型有2种，一种是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，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。于敏构型的氢弹比乌拉姆构型的氢弹威力要大，具有更小型、更实战化的优点，且养护成本较低，更易于长时间保存。而乌拉姆构型的氢弹不易保存，每过一段时间必须集中销毁。截止到2018年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有30枚氢弹的国家。之后的一段日子里，于敏每天奔走在车间的各个角落，为同志们解决生产上的难题。就在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时，生产车间却突然发生意外。原来是范师傅因为过度劳累，一不小心把氢弹外壳切了个半厘米深的口子。然而更不幸的是，这个壳子只有一个，如果重新加工的话，肯定会延误试爆时间，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。可于敏经过反复检查后，确认这道口子不会影响氢弹爆炸。我担保，这道沟不会影响未来氢弹的爆炸。老于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担责。事后，范师傅特意前来感谢。原来他出现失误根本不是因为疲劳，自从他14岁拿起刻刀那天起，他从来没犯过一次错。他跟着先遣队从西安到青海，整整1000多个日夜没回家，媳妇不堪忍受，跟着别的男人跑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他才犯下这个错误。于敏不知该如何安慰，他知道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。为此，上级部门也做了很多努力。每到元旦这天，部长都会组织研究小组的家人举办联欢会，还鼓励大家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。没委屈，老陈啥时候走我也不问，他啥时候回来我也不打听，我就当没嫁过这个人，我啥都不怕，真的，
我就怕孩子们闹病。我家仨娃，只要有一个发烧，那俩马上就跟着发烧，一烧一宿啊。我家只有一个平板车，我只能推一个再拉回来。我推到第3趟的时候，他大夫都问我了，他说：“嫂子呀，你男人呢？”啜泣声回荡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，像一根根刺，狠狠刺痛着部长的心。他多想大声地告诉大家，你们的男人是为祖国铸剑的英雄，但他却不能说。满心的愧疚和自责到头来只化作一声对不起，不忍心看大家继续难过。玉琴主动站起来安慰大家：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，也靠咱们顶着，咱们可不能倒下。这一倒下，家就没了。玉琴一番真挚的话，宽了大家伙的心。而青海这边的生产车间里，工人师傅因为缺少经验，所以只能边学习边生产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于敏就会集体给他们解惑。时间一长，他的嗓子都哑了。于是范师傅就在一边替他转述。虽然接下来的路困难重重，但于敏却始终坚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陆杰却突然病倒了。于敏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，询问医生陆杰的病情。医生没有回答，却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。在于敏的再三追问下，医生才把他的病情说出来：肺结核感染累及心脏，心脏衰竭，双下肢水肿。他还有多少时间？5年。于敏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病房，一路走来，两人早已成为最亲近的兄弟。就这样，陆杰被迫退出了研究小组。于敏给他下了一个最后的命令：好好活着，这是命。1966年12月，研究小组来到新疆罗布泊，执行最后的氢弹试爆任务。这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条件艰苦，环境恶劣，就连喝的水都是苦的。别吐！你们知不知道打点水多费劲？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里连取暖用的煤都没有，这将意味着他们要靠一层薄薄的帐篷抵挡零下几10度的严寒。夜里，同事们冻得实在受不了，有人主动带头唱起了歌。其他人纷纷跟着唱了起来。他们仅凭一腔热忱来到这里，犹如风中之烛，摇曳生姿。火焰虽不壮丽，但却永远不会熄灭。黑夜终将会过去，黎明也必将到来。大雪覆盖了大地，为罗布泊带来了一份宁静与神秘。于敏不畏严寒，带着同事们实地勘测，但勘测设备却在运来的路上颠坏了。于敏要求马团长派人运一台新的过来，但来回的路程就要1000多公里，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。为此，两人大吵一架。你知不知道，测验结果哪怕是一个小的疏忽，氢弹它就炸不响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了等到这一天，成千上百个科学家从年初演算到年末，草稿纸可以铺满整个戈壁滩。由于缺少关键仪器，实地勘测任务只能暂时停摆。夜里，马团长特意找到于敏，他向于敏承诺设备会尽快运过来。两人促膝长谈，也从心底把彼此当成了朋友。经过研究小组20多天的努力后，氢弹研究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试爆时刻。随着远处的一朵蘑菇云腾空升起，正式宣告氢弹研究试验成功。临别前，马团长带着所有的士兵向于敏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不久后，于敏回到家中，看着面容憔悴的妻子，他不知不觉间红了眼眶。还活着呢，没死了。妻子一个人忙里忙外，于敏却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他对妻子说起很久都不曾说的情话，满腔的委屈化作泪水，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妻子就像一块默默奉献的石头，铺垫着家庭幸福的路，而这背后的辛酸，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。晚上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地躺在床上，妻子的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。第二天，于敏发现儿子有些不高兴，询问后才得知他在学校被欺负了，原来是别的小朋友嘲笑他没有爸爸。于敏听后决定为儿子撑腰，他特意来到学校，找到了那个孩子的家长。你儿子把我儿子推倒了，他得道歉。有这么回事吗？以后不能这样了啊！走吧。他需要道歉。道歉。道歉。爸爸勇敢的样子让儿子重拾自信，父子关系也越发亲密起来。于敏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，要想不被欺负就得变得强大，人和人之间是这样，国家和国家之间同样也是如此。1967年，一架飞机飞到罗布泊上空，执行氢弹发射任务。5、4、3、2、1，起飞！寂静的天空突然闪出强光，一声巨响响彻天地，一团巨大的火球随之跃然空中。这预示着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，许多人都自发地走上街头，庆祝着这令人激动的时刻。玉琴看着报纸上氢弹成功的报道，也不由得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，但他却不知道，
这一切伟大的功勋，正是来自身边的丈夫。深夜，于敏郑重地把国旗摆在书桌上，她再次背起了《出师表》。昔先帝败军于楚，曹操副手，为天下已定。然后吴更为农，关羽毁败，子规搓跌，曹丕称帝。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。先生于敏正好芳华，呕心沥血数十载，艰苦卓绝，默默无声。时天空乍响，重任结章，终是青丝成血泪。于敏以清淡献中华神州，以生命抚中华崛起，以国之重器，烈血建轩辕。